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乘龙之龙的速通。速通的时长是17分43秒。投稿的小伙伴是小叶爱默默。这款游戏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，而且也录制过 PCE 的版本。今天正好借着小叶爱默默的视频，给大家比较准确的翻译一下BOSS 的名字还有技能的名称。有一点需要注意，红白机版还有 PCE 的版本对于关卡的命名是有差别的，尤其是第一关。红白机版本第一关叫做少林寺，但是 PCE 的版本改成了小林寺，这也导致 BOSS 的名字出现了变化。其实游戏的设定还是非常细致的，比如说刚才打的老虎叫做大虎，后面遇到的一种敌人，他藏在碗里射箭，这种敌人叫做鬼弦碗。如果你购买的是正版的游戏卡带，那么在包装里边除了这张卡之外，还会附带一个说明书。说明书里边就会包含一些设定的资料。有小伙伴可能会说，不要扯了呀，别说正版了，盗版玩的都是换皮的。成龙的头像换成了马里奥，游戏起名字叫做马里奥时代。PCE 的版本可能见过的小伙伴就更少了。之前我录制的时候就发现 PCE 版本的内容更加丰富，毕竟两个游戏相比较的话， PCE 的容量是本作的2倍，里边甚至还加入了新的 BOSS。 我记得我玩 PCE 的版本通关大概用了35分钟左右，如果不进入奖励关卡的话，可能也需要半个小时。红白机版本也是有奖励关卡的，你找到关卡当中隐藏的铃铛。我说铃铛可能有的小伙伴没印象，我说铲子可能很多人就明白了，毕竟游戏的像素还是比较低的，所以铃铛和铲子长得差不多呀。奖励关一共有4种，根据在里边取得成绩的不同，可以得到生命的回复、奖命，或者是回复你的发劲数量。发劲这个东西下一关再跟大家说明，咱们先看一下本关的 BOSS。 这个 BOSS 叫做少林魔王， PCE 的版本叫做小林魔王，就是因为寺院的名称不同啊。弱点就是头部。小叶爱默默是通过使用后旋踢把 BOSS 解决的。后旋踢是必杀技的一种，严格来说本作有5种必杀技，除了后旋踢之外，还有回转攻击、升龙脚还有旋风脚，以及大家在屏幕的右下角能够见到5个小圆球，这5个小圆球就是通过蓄力来发动的必杀技，叫做发劲。发劲这个词听起来就很有中国功夫的味道。在它旁边有一个大的球，这个东西叫敌玉。红白机的版本咱们收集到50个敌玉就可以恢复你的发劲以及血量。5种必杀技里边，我觉得最实用的就是回转攻击，用来赶路很有效率，对速通的帮助很大。但是由于本作道具青蛙给的必杀技是随机的，所以打速通也是要看脸的。这
这个地方是一个强制的向上的卷轴，而且脚下的落脚点会碎裂，所以这里给人的压迫感要比红白机版本《忍者龙剑传3代》第2关的场景要高，并且最后阶段它是加速的呀。第2关的关卡名称叫做洞窟，前半部分是火山的洞穴，后半部分是冰窟，冰火2重天啊！这谁能顶住啊？太刺激了！能够看出来小叶爱默默在留技能。普通拳脚的威力是1，一般的必杀技威力是2，除了现在拿到的回转攻击，它的威力和普通的攻击一样。这里是第2关的 BOSS 巨大铜人。这个铜人怎么没有拿折凳啊？折凳的攻击高，隐蔽性强，实在是非常实用啊！第3关急流，这里有喷着火的乌龟壳。我估计当年做换皮盗版的这些人员，可能就是看到了乌龟壳，再加上当时的马里奥魂斗罗特别的火爆，就决定把成龙换成马里奥。反正能开枪的游戏就尽量往魂斗罗上靠，不能开枪的就换成马里奥。我甚至在当年的一本卡带上看到，有一款游戏叫做《马里奥16代》。我没有进行过详细的计算，但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。正统的马里奥不知道出没出到16代。这个盗版卡带做的实在是太超前了呀！在上一关拿到的回转攻击，在本关发挥了巨大的赶路优势，但相应的，由于没有保存输出性的必杀技，所以上一关把所有的发劲都用掉了。看敌域的数量，应该还可以再回复一次。这个版面没有选择乘坐浮木，而是自己随波逐流啊。这样打的话更有效率一点。但是我还是喜欢乘坐浮木的，因为我玩的套路和节奏就是坐着浮木，哪里有敌人我能记得住。这样让水流冲走的话，我就想不起来了呀。玩一款游戏30年，他养成的习惯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得过来的。这个地方蹲着不动就可以。当年很多游戏都会设置类似的关卡，你躲的话往往会受到额外的伤害，但如果你在那儿不动，有可能就躲过了很多敌方的机关或者是攻击。我估计玩过越多游戏的小伙伴对这点的体会就越深，并且能够举出一些例子啊。在这个位置拿到了后旋梯，那有资源打 BOSS 了。这个 BOSS 的名字如果直译的话叫做水漏斗，也可以引申为滤水器，其实就是一只变异的青蛙呀。踢它的节奏恰当的话，就会把它定在那儿。第4关是天空关卡，本关如果在关卡的后半段打出回转攻击的话，
会对速通很有帮助。这个地方给了一个旋风角，不是很理想啊。敌域的数量刷到了40左右。刷到50是非常重要的，后面可以用来打一些 BOSS， 提高一下输出的效率。这个地方起飞了，啊不对，升天了，也不是，飞天了呀。我感觉速通的话，这里的难度很高。因为你要一直赶路，追求效率，脚下的云又都是弹簧，还要考虑你的跳跃的节奏和落点。很多敌人刷新的位置也比较讨厌，感觉就是给你捣乱的。这个地方如果有回转攻击的话，得多舒服啊！给了一个后旋踢。这个 BOSS 之前可能很多小伙伴都管它叫独眼怪，官方的命名是空剑入道。这个 BOSS 弱点是眼睛，把它打出红眼病就差不多了。第5关也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关。本关是童子的家，有小伙伴可能会问什么童子啊？无常童子，一名邪恶的大妖术师，3000年前被正义的妖术师封印在了地底。这是刚刚苏醒，就想要复仇，所以他就绑架了正义的妖术师的后代明灵。正巧明灵有一个男朋友，就是本作的主人公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要速通啊。女朋友被抓走了，去晚了怕来不及呀。游戏进行到现在大概是12分钟，如果我是 BOSS 的话，已经来不及了呀。而且剧情上也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各种 BOSS 在抓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背调，尤其是抓妹子的时候，他通常都有一个你惹不起的男朋友啊。双截龙的威力，马里奥的库巴，本作的无常童子，都是犯了这个错误。这里应该是一个强制的卷轴，看敌域的数量应该是刷不满50了。红白机版本的敌人比较少， PCE 需要刷满100个才能回复一次发劲，还有血量。这里操作方面的难度不算高，关键还是背板。之前我给大家录制了很多的红白机游戏的街机版本，我感觉本作也比较适合推出街机版，可以缩短一下流程，增加一下关卡的难度，能够提升吃币率。这个地方我感觉是整个游戏当中难度最高的版面之一了。速通的话就要不计后果的往前冲了，肯定会受伤。游戏正常的通过思路就是要等，找机会往上跳。
个版面的柱子能够把敌人挡住，所以无论是出招还是躲避，都要有一定程度的预判。前方基本就是 BOSS 战的流程了。首先要打几只龙，打的间隔会给咱们补给，包括了血量还有招式。这几只龙的攻击方式还是略有区别的，所以攻略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我看小叶爱默默打这个 BOSS 的方式，我就感觉我自己没玩过这款游戏啊，不会玩。这都是什么神仙操作呀？放了一个发劲，然后一直偷下盘。这里的发劲可以不保留，因为打完3只龙之后，师傅会出现，把主人公的状态回满。然后就要攻略本作最难的 BOSS 了。无常童子主要是耐久太高了呀，需要打很多下。而且你每次攻击完之后，它都有一个时间比较长的无敌。这2个人看起来是商量好了呀，一个负责踢，一个负责接。我应该说2个人配合默契，还是说 BOSS 头太铁了呀？已经红了。无常童子的一缕元魂飘走了，后面是他的本体，一只蜘蛛精。主人公的状态又被回满了，这个地方小叶爱默默耽误了一下，回头看老婆了。这个地方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时隔这么久把你救出来了，至少要耽搁半个小时啊。最终 BOSS 了，把所有的资源都可以用掉。这个打法我喜欢啊，太刚猛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成龙之龙速通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小叶爱默默的投稿，也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